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上次我那个介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视频里，提到了古城格拉纳达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阿尔罕布拉宫。如果说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旅游的精华，那格拉纳达和阿尔罕布拉宫就是精华里的精华，穆斯林摩尔人文化的精髓。那个视频里篇幅有限，没有完全秀出阿尔罕布拉宫和格拉纳达的魅力。今天咱们就来深度游一下格拉纳达和西班牙排第一的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格拉纳达在安达卢西亚东部，是当年穆斯林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重镇。不过到了摩尔人的末代王朝奈斯尔王朝的时候，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日子已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只能偏安在半岛南部巴掌大的地方。格拉纳达是都城，不过地盘虽小，排场还是要有的。这个阿尔罕布拉宫就很有仪式感。阿尔罕布拉宫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红宫，坐落在格拉纳达城东南的萨比卡山上，是奈斯尔王朝的太祖穆罕默德一世在13世纪建的。整个宫殿其实不止一个宫，是一群建筑，都围在一个城墙里。咱们先来看一下阿尔罕布拉宫的地图，这里面包括奈斯尔宫、阿尔卡萨巴城堡、帕塔尔宫、卡洛斯武士宫，还有一些小教堂、小花园等等。宫墙外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夏宫赫内拉利费宫和花园。不是所有这些地方都要票的，需要订票参观的是奈斯尔宫、阿尔卡萨巴城堡、帕塔尔宫和夏宫花园。卡洛斯武士宫和其他小花园和教堂虽然在宫墙里面，但其实是不要票的。先说说这个阿尔卡萨巴城堡。城堡建在阿宫的西部，是整个建筑群最老的一部分。当时还比较朴素，防御打仗的城堡和王宫就是一个东西，国王有时候也会凑合来住一住。后来日子好了，盖了奈斯尔宫，这里就是纯军事用途了。城堡是个三角形，有城墙围起，中间是当时的营房、库房等建筑，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遗迹了。沿着城墙有几个塔楼，其中最西端的守望塔一定要上去看看，因为站在塔上眺望，整个格拉纳达城一览无余，还可以看到远方城外绵延的内华达山脉。再来看看东边这部分，这一部分是免票的，是原来宫城里面的公共区域，就是原来的平民住的房子、清真寺、小作坊、公共浴池等等。现在还有个花园。如果从东边的大门进来，可以先逛逛这一片。宫城北边部分就是阿尔罕布拉宫的精华奈斯尔宫了。说白了，来阿尔罕布拉宫就是来看它的。14世纪奈斯尔宫建好之后，奈斯尔王朝的苏丹们和他们的三宫六院们都是住在这里的。从西边的参观入口一进来，先看到的是梅斯亚尔厅。这个厅其实在整个奈斯尔宫里是最低调的了，但一众游人已经开始卖高的哇哇直叫。主要是这个穆斯林建筑的墙面和立柱上的装饰实在是细节感人。大家可能知道，穆斯林建筑的装饰都是用几何图案、花草和阿拉伯书法，没有动物和人物的。穿过梅斯亚尔厅是一个小庭院，中间是个静静的圆形小水池，感觉站在这里突然很安静，好像外面的世界和这里无关了。庭院的另一头是个小厅，看看这墙壁的细节和穆斯林圆拱花窗，搭配窗外无敌的格拉纳达城风景，很耐看。在阿尔罕布拉宫里，到处都是这种漂亮精美的窗户和窗外美景结合的设计，和咱们苏州园林的花窗异曲同工。再往前走，就来到了香桃木庭院。这个庭院很上相，大家搜阿尔罕布拉宫，很多内景照片都是它。中间一方长长的静静的水池，像一面镜子，倒映着两端的楼阁。水池两边两排修剪利落的绿灌木，就是香桃木。这水池不光是颜值高，还很有实用价值的。这么大个宫殿，这么多人吃喝拉撒，没有谁可不行。穆斯林建筑文化里对水尤其重视，水也是阿尔罕布拉宫的灵魂，有很多巧妙的动静结合的水的设计。至于水的来源，是山下的小河，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用轮盘把水送到宫里。香桃木水池北边是使节厅，这个厅很大，天花板非常引人注目，是木头做的，
上面的装饰有非常复杂的几何图案和花草图案，代表着伊斯兰的多极天堂。历代苏丹们就是在这里接待外国使节，举行重要仪式，或者和大臣们抽抽水烟聊聊天。据说当年就是在这里，末代格拉纳达国王向西班牙双王献出了江山。使节厅的三面墙的高处都有花窗，不光是好看，也为了观察敌情。这些窗子都是典型的伊斯兰镂空装饰设计。在天气热的地方，这种窗户可以采光通风，但没有阳光直射，同时私密性也很好，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可以看见外面。看完香桃木庭院，沿着南边的拱廊往东走几步，就来到了狮子庭院。刚才在香桃木庭院张开的嘴还没合上，就又被震撼到了。这个院子四周的华丽石头的廊柱，单双交替，雕刻细节简直不可思议。院子中央是12只神话中的白色石狮子托起的一个圆形水池，每只狮子嘴里都喷水，流进大理石地板上的4条水道里，代表天堂里的4条河流，潺潺流过整个宫殿。又是一个巧妙的水道工程，既好看又防暑降温。狮子庭院东边的建筑是国王厅，除了继续装饰细节不嫌多的理念之外，这个厅的特点是在屋顶上有一幅画在皮革上的王朝前10位国王的油画。因为穆斯林建筑一般不会有人物做装饰，这幅画就显得很独特。很多人说这其实是后来基督徒画上去的。狮子庭院南北两边分别是两姐妹厅和阿班塞拉赫斯厅，这两个厅基本对称，看一个就差不多了。这两个厅的看点在屋顶，著名的伊斯兰像钟乳石一样垂下来的蜂巢穹顶设计。好看不好看不说，复杂是真复杂，有密集恐惧症的可不要看太多。再往前走是个走廊，从走廊的窗户看出去是王宫澡堂的屋顶，上面一个个的八角形的小天窗。再穿过一个走廊，就从奈斯尔宫出来了，来到了阿尔罕布拉宫最早建造的一个宫殿帕塔尔宫。这个帕塔尔宫实在没法和奈斯尔宫比，但是出个外景也不错。方方正正的一池碧水，倒映着圆拱的门廊和婀娜的棕榈树。帕塔尔宫旁边还有个小花园，里面的小水池，还有顺着台阶往下流的水槽，处处显示着阿拉伯建筑的水文化崇拜。在奈斯尔宫旁边，那个非常显眼的四四方方的一大坨，就是卡洛斯武士宫。和奈斯尔宫比起来，卡洛斯武士宫的风格和奈斯尔宫完全不同，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2层楼的方形外壳，中间是个大大圆圆的庭院。其实卡洛斯武士没在里面住过，这个宫一直到19世纪才封顶完成。到这里，阿尔罕布拉宫在宫墙里面的景点就看完了。在宫墙外面走过一个石桥，就来到了赫内拉利费宫。这里其实主要是个御花园，也有一些宫殿建筑作为老大们的夏宫。这个花园和宫殿的建筑风格和阿尔罕布拉宫挺像的，也有长方形的水池、各种流水的水槽、喷泉和带圆拱的精美建筑。我们觉得这里还有一个主要的亮点，是从这里各个角度看阿尔罕布拉宫的城墙和楼阁，别有一番景色。如果有时间想看一看阿尔罕布拉宫的远景，有2个地方是必去的。一个是靠近中心的圣尼古拉斯观景台，另一个是在城北山上的圣米格尔观景台。圣尼古拉斯观景台比较近，白天逛格拉纳达古城的时候可以顺便去一趟。往东南望去，正好可以从侧面看到阿宫里的奈斯尔宫、卡洛斯武士宫和阿尔卡萨巴城堡。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背景里远方的内华达雪山。到了傍晚，可以从格拉纳达城中心走个15分钟左右到圣米格尔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地势比较高，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阿尔罕布拉的全貌。尤其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非常写意的一幅画面。据说当年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就是远远看到了阿尔罕布拉宫在夕阳的映衬下分外美丽动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那首不朽的名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当然了，可能更多的年轻朋友是追了韩剧《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才知道这个地方的。整个阿尔罕布拉宫可能没有中国故宫或者法国凡尔赛宫这些大气壮观，
但是它的神秘，它的安静，它的人和自然的巧妙结合，都很感动人，是摩尔王国鼎盛时期的见证。从远处看，阿尔罕布拉宫黄里透红的，好像还有点土，但是里面其实非常精美。感觉和阿尔罕布拉宫比，凡尔赛宫就像个戴着大金链子到处晃的土豪暴发户。咱们再逛一下格拉纳达。其实除了阿尔罕布拉宫，格拉纳达本身也是个挺有意思的城市。要说景点的话，有几个可以打卡的。第一个是格拉纳达大教堂，在市中心，有500年的历史，是西班牙文艺复兴代表性建筑之一，混搭了哥特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教堂旁边还有个皇家礼拜堂，里面有鼎鼎大名的西班牙双王的墓葬。当年格拉纳达是双王收复半岛最后收官的地方，所以双王选择了这里长眠。喜欢这段历史的朋友们可以去朝圣一下。有时间的话，大家还可以逛逛阿尔拜新区，格拉纳达最古老的伊斯兰街区。这里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乐土，也是格拉纳达最有韵味的街区，在阿尔罕布拉宫北边的山坡上。那2个观景台都在这个区。阿尔拜新区里走走，看看白色古朴的小房子，五彩的花花，传统的摩尔风格的小院子，和其他欧洲小城感觉不大一样。这里还有个清真寺，也可以看一下，挺幽静整齐的小庙和花园，也是个远眺阿尔罕布拉宫的好地点。逛得累了，阿尔拜新区有很多不错的餐馆，或者可以往东南下坡走几分钟到市中心，那里也很好逛，比较现代的感觉，而且餐馆咖啡厅遍布。和很多其他西班牙城市比起来，格拉纳达餐馆的塔帕斯不光味道好，而且只要你点1杯酒，塔帕斯基本都不要钱，量也不小。这里还有一种当地特产的海绵蛋糕，有肉桂和朗姆酒做的，可以尝一下。最后总结一下攻略吧。去格拉纳达玩，光是阿尔罕布拉宫就需要至少大半天，再加上格拉纳达古城里逛逛，看看阿尔罕布拉宫外景、远景，所以计划2天的时间是最少的。参观阿尔罕布拉宫一定要提前买票，如果暑假旺季去，要至少早1个月订票，我们是提前2个月订的。如果没订到票，格拉纳达也就不用去了。订票的时候需要预约进入奈斯尔宫的时间，不能迟到，过时作废。建议最好订一大早的时间段，人少，可以品到里面的神秘宁静的感觉。如果直接先看奈斯尔宫的话，不要从东边正门进去，那样绕路了，可以从正义门进去，进去就可以看到卡洛斯五世宫，奈斯尔宫的进口就在旁边。奈斯尔宫就是跟着参观路线走，不会走错的。住宿嘛，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钱包和喜好决定。我们比较喜欢安静，没有住在城中心，订了个民宿，就在圣米格尔观景台旁边，有免费停车，而且傍晚可以溜达着去看阿尔罕布拉宫夜景，感觉很好。我们去的时候是租车从塞维利亚开过去的，不过坐火车或者大巴也很方便，从马德里、塞维利亚、科尔多瓦都可以。到了以后可以坐公车，不过用 Uber 和 Bolt 叫车也很方便，而且地方不大，都挺便宜。好了，今天的格拉纳达和阿尔罕布拉宫的旅程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